好，今天在纯军事上，我们要带观众朋友来看到这个是大陆宣布的神秘的新家伙曝光了，得是什么武器呢？等一下带观众朋友来看。另外，今天也会关心的是歼20，它带队的是隐形的僚机，再加上无人版的轰20也试飞了，震撼外界。等一下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另外等一下也会特别关心习近平针对于火箭军的整治的进度。好，赶快来看到最新消息，11月11号这一天是大陆的空军成立76周年哦，那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大陆的官方典礼，比这个更震撼的事情是，他们播出了这个宣传片，叫做《梦远》，正式的发布了。不过呢，这个当中有一个亮点，就是里面出现了一句“新家伙”。这个新家伙一出来，就引爆了中国全网的高度关注。这个新家伙其实大陆官方是没有公布它的型号跟它的性能参数的，但是我们来看到一些比较具体的细节哦。官方当时在通话有说，这个威龙1号收到，已经与玄龙的协同。那么玄龙大家就在看说，会不会它就是这一架逆中的无人机，也就是玄龙08呢？被认为它可能就是攻击11的逆中无人机，是可以和歼20一起来协同作战的，也代表说是不是解放军空军正在加速打造，包括了有人配上无人一起协同作战的一个体系。张健老师怎么看这个？首先，新家伙是指的是谁？是攻击无人机还是其他的武器？歼20搭配的这个攻击11是中国已经抢先美国完成整个中程僚机的系统吗？面对5000年的战略文化，亦真亦假，以假是真，以真是假。所以呢，这个很多东西不到真正出来那一天，其实有很多的变数存在。但是有3句话这个确实非常重要的：第一，落后就会挨打；第二，模仿只能追赶；第三，弯道才能超车。所以你可以预期未来中国大陆很多的军备体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某某某，它有很多的概念完全是翻新的。所以呢，它有一个非常强的信念，抄袭就会被反制。所以你照着别人的瓢来画瓜，然后你到了最后，你就发现那个理念人家已经掌握，自然就可以知道怎么反制。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完全创新，事实上已经有好多东西是完全创新，然后西方完全都没有想象到。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发展的趋势。至于呢，一句话搞得大家心痒痒，可能到了最后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是好，目前大家都还在猜说这个武器到底是谁，是这个新家伙到底是谁。但是我们来看到一个比较具体的东西，是来自于美国的军事网站战区网的一个爆料，说正在试飞的这一架是这个巨型隐形飞翼无人机，是不是这个无人版的轰20呢？来看一下它的基本的一些小档案。现在异常说高达了42公尺，比美军最新的 B21它的突袭者战略轰炸机还要大了一整截，只小于 B2 的幽灵战略轰炸机，会不会它就是无人版的轰20呢？赖老师怎么看？这个我们还没办法证实哈，因为大陆的官方有关于这个轰20传说很多了但官方从来没有证实，也没有否定。那基本上来讲，在谈到轰20，也就是说，我记得应该在去年航展的时候香港有一位记者就特别问到大陆的空军的副司令，就问到说，轰20会不会在深圳的航空展会出来？然后他就说，你们看看吧。这个时候给大家都感觉到说，哎呦要出来了，要出来。结果去年深圳没有出来，今年一样也还是没有出来，所以大家都在问说，那到底什么时候出来？因为轰20如果出来的话，那它是真正名副其实的这个战略武器因为它可以确保3位一体的核打击能力是你几乎无法阻挡的。那这个对于大陆来说，它的核武的数量就不需要到4-5千枚了，其实1500枚也就绰绰有余了。对，为什么？因为目前来说，我们看到的这种轰6K，因为轰6K它本身不具备有隐身的特质，可是如果是轰20的话，它一定要具备有隐身的特质。第一个，第二个，它必须要是跨洲的这种长航行的飞行，所以它的块头一定要很大。它本身的这个燃料一定要能够供应它到任何一个地方去进行这个，你永远无法知道它在哪里，可是它随时可以用核弹来打击你，这是由空中来打击你地面的这个这种战略的设施，不管是战术性的打击，
或是战略性的打击。因为我们都知道，所谓的战略性的打击就是打大城市，打大的工业区，例如说像硅谷这样的一个大的工业区，用几枚核弹就可以整个摧毁，美国就瘫了嘛。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所以你要确保能够对于美国的本土进行，你美国毫无拦截能力，包括精穷做出来也都没有拦截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工具，那轰20是当之无愧的。那问题就是在于什么时候出来，而它性能会不会超过这个美国的 B2或是 B21？B21 我们基本上来讲会认为它比 B2还要差，虽然是新造出来的，但为什么？因为它是阳春版嘛，就好像我本来造一个豪华的这个跑车，结果因为我现在穷了，所以我造出一个阳春版的跑车，那叫做 B21然后我就说我 B21比 B2好，没有人相信，因为你是泡面嘛，你阳春版的，阳春版不会比原本的豪华的还要好，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所以美国怎么吹嘘，大家都知道。现在的情况是，如果轰20一出来比 B2还要好，那这个美国它基本上就会吃不住了，因为它怎么办？对，那对于中国大陆，它在核打击的战略方面，它就不可能再产生任何威慑的效果。所以我觉得大陆在这个部分里面问题不大。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您提到的攻击11，事实上我们看到的已经是攻击21了，那这也是经过也准官方证实了，而且我们也看到了在编队飞行中有这个歼16D，这是电战机，它可以扫除空中的障碍，然后有歼20它是踹门的一个空中堡垒，可是搭配的，因为这个歼20它是双人座的。所以它搭配的就是攻击11或者攻击21，它可以更深入的进行战略性的打击。我觉得这个对于大陆的空战来讲，它已经开始具备有跟美国较量的局部的优势，这个对美国压力是很大的。是好，一方面我们看到大陆现在在展示它的这个空军上面的实力，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来看到刚刚提到了嘛，这个习近平他在整治这个火箭军，不过现在也看到说有爆出一些比较动摇基本盘的一些大事件，这是来自于外媒《纽约时报》的指出他说习近平曾经把火箭军视为是2049年这种世界级军队的一个关键，但是确实可以发现的事情是在这1-2年之间，内部有深层的这个整肃跟贪腐的连环爆动摇了这一支那个负责核武力的一个核心部队。那五角大厦也揭露说，火箭军贪腐导致地下飞弹井工程被破坏，甚至有偷工减料。那所以现在也看起来说，中国近期不是我们不断的在报道说集中发展，不管是福建舰或无人机，代表说习近平不想把战力重压只有在火箭军吗？那整肃火箭军对于解放军来说，到底是伤害还是帮助？委员又怎么解读？中国大陆解放军在海军空军有陆军都有很长远的发展的历史，所以它的规模在成长过程跟它组织的监督管理基本上跟得上。火箭军就不太一样，它有2炮部队所转型成功呢，就一开始预算突然间快速膨胀，任何一个团体都会有情形，就是你的组织、你的管理、你的监督系统根本就跟不上。那你一跟不上的话，有那么多的采购事项，那么多的工程事项，从火箭军的各种基地地窖啦等等啦还有采购啦，还有零组件啦，那个是一下子变得非常的庞大。一下子这么庞大的话，有一些这个监督单位对于他们所报上来的一些工程或者一些技术的需求，基本上不一定马上跟得上。通常这种监督人是要干过技术人再来做的，可是因为组织实在太快膨胀，就引起了一些上下其手的机会。这个上下其手的机会，对于北京的这个政治局来讲，他担心会不会北洋舰队重演买了武器，明明监督的零组件是对的，结果真的装上去了是不是正确的偷工减料然后这个一打开，这油料没有很充足，这种事情他们非常的担心。还有说你试射我就买了，就你试射资料到底是不是真的？所以一连串，所以说基本上
北京的这个政治局还算英明啊，哈，还算英明，他不会被这些人给糊弄了，所以不断的派人去调查，就发现一拖拉库的一些贪腐问题。那对习近平来讲哦，他也只能什么，这个长痛啊不如短痛啊，先处理了再说了，先处理了，那再从其他什么海军啊、空军调人来管了哈，那看能不能一阶段让这个监督管理系统比较成熟一点，因为像大陆的海军啊、空军啊，他们采购什么东西、一些东西，它的管理制度已经很上轨道了。可是偏偏火箭军有很多新的不得了的东西哦，这个固态燃料换那固态燃料，为什么价钱不一样？上面的不一定搞得清楚啊，那中间就有可能出现上下其手。像我们台湾哦，有某个石油公司啊，在做那个天然气转接站的时候，说报价95，就公司觉得怎么那么少啊？你要报多一点，你就知道这问题都出来了啊、哦。所以我想，习近平是很有决心要把解放军的火箭军啊，打造出一个世界级的实力的。那有贪腐的话，实力就会大打折扣。所以即使说把这个领导阶层几乎是换了一遍了，换了一遍，当然刚开始啊，指挥啊、经验啊各方面不足嘛。可是你不这样子的话，你快速膨胀的组织，你的管理、你的监督、你的控制系统根本就会跟不上。是，好，谢谢委员。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内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